非洲猪瘟并不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那我们只要在潜伏期15天之内做好疫调工作，如果15天之内就是潜伏期期间没有再有其他的地方爆发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稍微放心。事发是在21号，因为我们是20号晚上，那这个大概晚上接到这个中央的通知的检验出来有这个非洲猪瘟。那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是台中市政府第一个公开接受访问的那因为上午已经在公开访问当中已经进行了说明，那下午呢，那所以下午的这个记者会我就授权我们的副市长来进行大家分工，就好比现在的记者会，陈俊基部长也没有在现场，而是由他的次长来主持。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中国编辑委台北市议员林亮君。虎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那刚去看极光回来的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詹委员。虎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华。虎哥好，大家好。重要极光好看吗？好看，非常开心。可是我前天下午回到台湾的时候，那突然之间一回到台湾，开心的心情就变忧心了。为什么？因为呢，你也知道我们坐飞机嘛，那这个18个小时关机，对不对？然后所以飞机通常一降落到跑道的时候，那我们又是 A380，那几百个人，然后大家都会开始偷偷的提前就开始开手机，就整个在机舱里面响起的都是国家级警报的声音因为我们下降的时候刚好豪雨，长浪，那大家心想说台湾发生什么事，还是我们飞机发生什么事？然后心情就已经会一看长浪，然后他开始出关的时候，经过了检疫通道，我们在出国这几年，竟然看到好久不见的狗狗一大堆又出现了。所以机场现在已经在你回来那天就对，那天就看到狗狗出来了，然后想说出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制作人嘉伟就通过问我回到了台湾没有，然后就告诉我说非洲猪瘟，我想说天哪，怎么这个20几年来我们终于拔针了，怎么又来了非洲猪瘟？这个是为什么？因为好，那非洲猪瘟尤其在我们整个脱离疫区基本上是7年。对，可是前面大家对于这个一直在从很早以前大家听过有口蹄疫开始，一直到后来非洲猪瘟这些，但是这个新闻从一出来一直到现在，平心而论，大家有很多人还在想，是吗？有这么严重吗？他问什么？如果真的往下，所以大家你光只要看各县市都成立紧急应变中心，中央成立中央紧急应变中心，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就讲说，他们已经提前部署扑杀了，就整个。那个农场的猪大概全部都就没有病死的，大概全部都布扎。所有这些，包括台湾的产值，包括所有这些，到了今天，可能有一些人是吧，才真的开始感受到这件事的那个严重跟影响性。其实基本上就是先停宰2天嘛，所以温体猪肉没了，然后温体猪肉没了，然后接下来呢又传说可能5天不够，可能要再延，可能要再延，然后这个温体猪没了，对我们的整个生活来讲，你在菜市场就有极度的影响了嘛，然后极度影响之后，然后对我们来讲的话，我永远记得口蹄疫刚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大量的掩埋那种画面，然后当非洲猪瘟当时出现的时候，没有知道那个口蹄疫，可是我们就知道口蹄疫啊、非洲猪瘟啊这种猪瘟，台湾拼了多久？对，亚洲第一个拔针，而且是30，而且你看好不到100天，6月多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说，台湾是亚洲唯一30的地方，然后这个非洲的这猪肉，我们的猪肉品质其实这几年越来越好，有很多时候吃起来不比日本猪差，觉得。可以回来，因为你真的在外国10几天了。你觉得吃的真的是会想念台湾的麋鹿肉，真的对我来讲吃不惯。对，吃麋鹿肉，在挪威那边是这边麋鹿肉真的是吃不惯，那种味道真的是不行。你好想今天想吃一个，你就发现说哇。好像没有猪肉可以吃了，我本来还要去找我妈妈，叫她煮给我吃，现在看起来也都没有这么好吃的猪肉了，所以你会是生活上受到影响。那受到影响之后，真的如临大敌嘛。因为上一次从口蹄疫到这边，其实我们的猪农这么多年来那种努力，然后造成的压力，然后呢，包含这个猪肉的过程中，然后还有美国的一个美国猪啊什么的一个压力，那全台湾一个梦业又起来了。然后梦业起来之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你会看到
开始紧急应变了，开始要清查了，开始要追了，然后28头猪，然后有没有流入台北？然后流入台北，流入哪里？那这个东西是你发现你每天的吃的东西都受到影响，然后当然会开始追究。然后追究里面呢，后面的问题其实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进来的，怎么挡的？当然要查，现在检察官也在查，但是查是一个问题，因应的态度，因为它牵涉到的是人民的民生，政府的功能就是安居乐业。如果安居无法安居乐业，连吃的问题你都会心惊胆战的时候，大家就要追问了。谁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孰令自知？对，谁要承担嘛？然后这承担有时候不是说破口问题，破口问题要慢慢查，而是因应态度。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个猪肉这种民生的事情，你真的也不是哪一个大官每天就盯得住的。可是因应态度，那我们就看到了国民党最后的独生女卢秀燕，竟然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当然后面有说台中市政府也做了一些处置，也做，可是她的记者会回应的态度。就会发现，这个不但有猪瘟，可能还有燕子的那个叫做禽流感，卢秀燕的政治禽流感会出现。因为他的回应不好，叫他多关注购物节。其实关注购物节是一回事，你在那边表演你的打鼓是一回事，但是很多人开始为他敲边鼓。卢秀燕，因为他出在台中无锡，然后卢秀燕你的处理态度，卢秀燕你的态度里面，你有没有把它当成是老百姓关心的 first priority？这件事情会对卢秀燕极大冲击。OK， 我要不要直接先回应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对所有人来讲的话，好，我们就讲它是包括经济层面、民生嘛，所有老百姓生活层面。但是政治层面这一块，我就讲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跟生活的问题，它势必会，因为刚刚讲破口在哪？从中央开始查，从海关开始查，从不管空运海运的所有东西开始查。然后接下来呢，刚讲因应态度，包括事情发生在从10月开始，10月10号、10月14号一直到10月20号，所有这些时间，包括地方的因应态度。卢秀燕市长他第一时间他出来就开记者会，然后就直接讲说中央地方要携手合作，然后他们已经提前先去扑杀，希望是个案或什么。但是创下刚才一直有讲说，中央这部分到底海关啦或所有这些要查，可是地方的因为这一部分，包括民进党团已经直接出来直指台中市府在这一部分的一些问题，你觉得呢？我想台中市政府他在这个10月10号的时候，首次出现这个猪只死亡情形的时候，他也的确就有派人调查。后来有通报，发现他那个死亡那个数量还是异常的时候，10月14号，不管兽医师跟动保处还有去现场哦。那这2次去现场，他们所判定就是他那个所谓那个猪只的症状不是非洲猪瘟的典型那这也是一个专业的人员，然后现场的判断。那也的确从民众的角度来说，会觉得10月10号第一例到现在10月20号出现了117头嘛，那这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这10天发生什么事情哦？回到根本哦，台中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并不是无作为，也不是不重视这个事情，是尊重第一线的判断，就是如此嘛。那当然很多的判断可能第一线，你可以说他失误，可以说他这个非典型的一个症状，当时没判断出来，等等都可以追究。但后续台中市政府到10月20号之后，明显的后来这个采样。发现的确是非洲猪瘟之后，后续的这个所谓的扑杀跟后续方圆2公里之内的所谓的清消等等，他们也实际做好。所以我必须说，台中市政府不是毫无作为，不是完全不重视这件事情。当然，过去这10天是可以去讨论说哪一个环节出问题的。当然，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还是要发现台中市政府它是案发的地点。好，这个非洲猪瘟也不是台中市政府引进来的嘛，因为毕竟就是这个全台湾这个我们猪只使用是非常高量嘛，所以包含边境的检疫以及我们其实这2天一直在讨论的所谓什么厨余喂猪等等，这现在不是口水战，就是说我们面对非洲猪瘟，后续我们要防止没有错。那前面源头，未来我们要怎么去杜绝这个事情？边境防疫哪个漏洞出了问题？这个从哪里进来的？要不要追究？当然要追究。包含用厨余喂猪这个事情，未来是不是要持续在中华民国里面进行？这也是透过这一次应该去检讨。但我也必须讲，现在进来，现在还正在这个等于是这个潜伏期的时间啊，你不知道它是真的扩大，还是就刚好个案。当然，我们希望就刚好是个案。当然，未来如果扩大的话，我相信它会影响到是整个养猪业者，影响到他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生计。当然，这样子的经济民生问题，回过头来的确，我认为会影响到政治的。来，梁军。
我觉得在这次的事件上面哦，当然台中市政府这个整个处理跟应变作为上面，我认为哦，在第一时间哦，在这个10月10号的时候，猪只开始出现死亡的状况嘛。那10月14号的时候呢，台中市的动保处前往访视，然后呢，他讲一个很奇怪，就是说，因为已经在整治中了，所以未采样。其实，在当时未采样的时候，大家现在就在质疑哦，你已经发现说死亡数量异常了，即使你现场所发现猪只的这些症状或病症跟非洲猪瘟或者是跟这些相关的这些疫情的病症不是那么相像，但是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厘清死亡的原因嘛，因为可能现在有很多不知名的病毒，所以我觉得这看起来是动保处在第一时间的敏感度太低了哈，在当时这样子异常死亡的状况就应该要立刻采样，如果在当时14号就采样的话，不会拖到说到了10月20号整个117头猪只全部死亡之后，后来他们才把这个所谓的检体再送到农业部的兽医所，最后在21号晚上验出阳性了哈。那当然最后的确诊现在也都还在确认当中，但是在22号的时候，农业部早上开了记者会，就是昨天哦，早上开了记者会，正式来这个要求接下来全台湾整个5天禁宰的状况。那这是真的是非常的影响甚巨了哈。那因为台湾人真的还是喜欢吃温体猪哈，所以你现在包含说也看到有一些很多的小吃店业者或者是很多市场里面的摊商，他其实就第一线就受到影响。你现在包含说也看到有一些很多的小吃店业者或者是很多市场里面的摊商，他其实就第一线就受到影响。过去7年来，我们的防疫作为哦，其实我们真的是国人跟所有的边境的这些防疫人员都非常的努力，才能够全力的防堵。大家如果出国回来的时候就知道嘛，我们要拿那个卡嘛，就是如果你没有带用绿的、红的哈，然后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米格鲁出来闻闻看哈，你有没有带一些违禁品进来？所以我们为了这个非洲猪瘟，真的是下了非常多的功夫才防堵这个破口。可是我认为，真的包含这个很多，我看到台中市议员也在议会里面有质询相关单位啊，在当时这样子这么低敏感度的一个状况，确实我认为是有问题的。那再来就是说，在事件发生之后，台中市政府的反应，我认为卢秀燕这个反应其实是非常差的，绝对是大扣分。大家会觉得说，你事发在台中市政府，对，虽然防疫你当然进到，因为会有边境，然后还有相关的这一些对于畜牧业这些作为要上升到农业部中央的层级，但中央也来到了台中设这个应变指挥所，但是你地方政府还是有你地方政府权责该做的事，以及安定民心的力量嘛。还有你台中也不是说只有一家的这样子的这个养猪户嘛，那你全部的养猪户你如何处理？那反观说周边这其他的南部县市，包含说嘉义甚至高雄，昨天陈其迈市长也出来讲说，他们从这个农业局啊、动保处、环保局、卫生局全部都动起来，就是说他们全部都要来去清查整个养猪户的状况，还有包含经发局要配合去宣导这个防疫作为，那这才是整个地方政府也动起来，那你跟中央一起配合，这才有意义嘛。那现在当然就是大家讲说，到底这个病毒的源头是从何而来？现在其实还在追查，有些人说是厨余，有些人说什么，但这个都还需要厘清哦。但是我觉得也帮大家回顾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么努力哦，但是为什么会感觉有人一直在扯后腿哦？这个是在这个本来是今年度的预算，然后在去年呢审查的时候呢，这个民众党立法院党团黄国昌他们就提案了，针对有关这个食品边境查验及国内外稽查管理这样子的这个预算哦，他把它删减2000万，冻结2000万哦。在当时防检局其实也就有发布新闻稿，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一个删减，包含说这些宣导费跟他们所谓相关的这些查验的管理费用，恐怕会影响这个边境防疫的作为。那事实上现在发生这个状况嘛，当然现在很多人说啊，你不要又把它怪到预算的删减上面。可是我就要讲，所有的这些边境的防疫措施，然后跟这些宣导都是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啦。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在谈论说，那非洲猪瘟现在防堵作为也很重要，可是问题是在地方政府第一时间的敏感度太低的底下，最后就是全民受害。我要不要回应两个？一个是民进党团，刚才当然亮君也直接讲说，包括台中市府是不是有在中间作为上的一些的状况？民进党团是直指把
把卢秀燕市长比拟为花莲的徐榛蔚县长，意思就是说在推责任啊什么。他们现在直接你可以闻得出那个政治上面的那个攻防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那除了这个以外，刚讲到预算删减这些，这2天你会看到很多民党朋友就大约在讲说，怎么可以？那时候就提醒关于这一部分跟这次主任连接。我想，当然卢秀燕市长他实际上就是该作为的事情跟紧急应变的事情，台中市政府也是第一时间也是开了记者会对外公布哦。那当然，这后续的这个所谓当然是发生事情后续的亡羊补牢。但回到第一线，到底是不是要征就所谓他们动保处以及，因为它有2层面哦。10月10号是他们等于是牧场的这个蓄养场特约的兽医去看。好，认为是另外一个病症。10月14号的确是动保处协同兽医去看，也认为非洲猪瘟典型的一个症状。当然，你可以去探究他们第一线专业是不是有疏失或判断错误等等，后续的确该追究。这部分我觉得就必须有一个真相。那回到所谓非洲猪瘟进来，到底是不是因为预算被删减的事情哦？的确，宣传的预算有被删减，这是事实。好，当然以非洲猪瘟这个案例来说啊，不能带疫区的肉品进来，其实是宣传非常多年的。好，即便我是今天你告诉我说飞机上广告没了。路口的各个路径的所谓的看板都没，假设这是这样子的话，最后还有一道防线呢，就是我们有派安检人员在那边过那个所谓 X 光机，大家都经历过嘛。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预算都减掉，连这个都没有的话，这破口我必须说，好，蓝白要承认，要承担。但问题是每一道的关卡目前都还在，那当然我们的确是要去问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洲猪瘟肉品。到底是从我们一般散客的出入境这样子流进台湾的，还是边境哪一个环节没有做好所谓的这个检疫的工作？这也是要去追查的。那我必须讲啊，既然的确你要去追究台中市政府问的责任，我觉得要追究没有错，但一样源头在哪里嘛？台中市我们这次如果做扑杀清交变成个案，好不容易过关了。但我们源头的漏洞抓不到的话，未来还是会有下一次，可能非洲猪瘟可能在其他县市出现了。秀煌来，陈专家告诉大家，非洲猪瘟，如果当然大家都希望这只是个个案，能够过了那段时间以后，没有其他一些个案出现的话，那可能这个风暴某种程度可以过。但是如果不信，它真的会发生其他的事，对台湾整体影响到底有多大？而且到现在大家才知道，其实包括猪啊，所有这些，它不是单纯一个民生或什么，它某种程度也是战略物资啊。对。我分2个部分来讲啊。第一个先讲啊，就刚刚回答5哥刚刚的问题了，就它对台湾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先告诉大家啊，这其实光是影响有多大，就分2个层面。第一个，它是对我们国人来讲呢，这是基本的民生战略物资啦。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啊，这个其实是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相关叙述里面在叙述到说猪肉是现代民生战略物资，但是我必须要讲，这个对台湾或是对像中国来讲，猪肉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面用到猪肉的比例呢，是比一般的像欧美国家来的更高的多，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小笼包啊，我们有卤肉饭啊，我们有水饺啊，就我们就要用到跟猪肉有关的制品是多的，而这些通常都是我们的民生必需品啊，所以猪肉对我们的国人来讲基本上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对猪肉的问题上面，为什么不是只有单纯这战略物资那么简单？我光是讲几个数据你知道台湾跟猪肉有关的相关的产值大概就是1500亿左右，然后呢，从跟它这个整个养猪产业所造就的就业人口大概有60万左右，所以你可以发现以就业人数跟产值来讲，可不可观？非常的可观，更不用讲。对台湾来讲，如果这次很不幸的非洲猪瘟真的让台湾成为疫区的话，你知道台湾真正损失的是潜在的我们讲说。我们要重建一个猪肉出口产业的机会，你就这样又要很多年就不见了。对，你知道在台湾我们讲说从1997年之后，台湾苦于第一个是口蹄疫，第二个是猪瘟。那我们是之前没有沦陷为非洲猪瘟的疫区但是我们好不容易经过24年之后呢，这个终于拔针。你知道拔针这件事对台湾的期待是在于说，我们在口蹄疫1997年之前台湾猪肉的出口产值的高峰1年可以到1700亿啦。所以你等于看台湾自己跟猪肉有关的产值是1500亿啦。那在我们出事之前，跟猪肉出口有关的产值可以到1700亿，那你就可以想象说，这整个加起来大概有3000多亿，对台湾的经济重要性。那更不用说对我们自己的猪肉产业来讲，它占我们农业的比重大概有34%左右，所以比重是高的。而且我给各位看我从去年到今年你知道，对台湾的业者来说，已经有很多人在投入，希望能够做对出口猪肉有关的产业上面。所以你看这是今年以来的新闻，几乎都是好新闻就我们的猪肉呢要出口到新加坡去，我们的猪肉要出口到纽西兰去，我们的猪肉在谈要出口到日本去，我们的猪肉加工
在谈希望能够进军到美国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我们的猪肉产业来讲，今年大家预期到能够拔针的时候，有很多业者是开始在投资啦，投资希望说能够让猪肉呢在出口的部分能够再创之前的荣景啦。所以呢，像我今年去日本的时候，我都遇到2次哦，就日方有人在谈到说，台湾的猪肉会不会重新进口到日本去？因为日本人对台湾的猪肉是有喜欢、有青睐的。那而且我这样说，台湾的猪肉对日本人来讲，我们好吃的程度不会输你听到的日本的那些有名的猪肉啦，什么白金猪啦、鹿儿岛黑猪肉啦，台湾的猪肉不会比人家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的猪肉产业来说，这个产值如果不幸成为这个非洲猪瘟的疫区的话，恐怕这一块很多人之前的投资跟投入，它就有可能这个付诸东流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茲事体大讲完这个部分，一定要谈一件事情就是台中市政府在这一次让大家在诟病的是哪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们看到大家网络上其实大家都整理出来，关键都是在10月14号的时候，因为10月10号就出现猪只死亡的情况。你看时间走到10月14号的时候，这个死亡的这个数量都已经出现异常了。台中市的动保处，你去访视了你不是不知道你也不是没有去你是去了，竟然不采验那这件事为什么茲事体大？我要跟各位报告这个不是因为说是国民党执政然后被拿出来批判，不是，而是恰恰好相反。过去国民党执政的县市2019年的时候，在新北淡水的养殖场当时黑毛猪他们发现呢，这个有出现排泄异常的状况，是排泄异常，我要讲清楚猪只没有生病然后新北的动保处一样到现场去那是2019年5月的时候，就你知道去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新北的动保处发现现场117头的猪，通通都正常，很健康。结果呢，仍然去对他们做采检，仍然去验这个非洲猪瘟，结果后来证实都是阴性，没事。所以你发现新北有没有这样做过？有健康的猪一样去采验。然后后来呢，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新北的龟吼渔港发现说有海漂猪，从中国过来的海漂猪，结果呢也是一样马上去做采验，采验完之后呢，然后发现那真的有阳性但是因为是海漂的猪，不是我们自己养殖的猪，所以它不是算到我们的账上面。结果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彰化一样是这个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彰化发现了海漂猪，然后彰化的动保处第一个反应也是什么？采验，直接去采验。所以你可以发现，新北跟彰化一样都是国民党执政，遇到不管是健康的还是病死猪的状况，都会做采验的动作。那你就要问一件事情那为什么10月14号的时候，2025年10月14号的台中市政府竟然说因为呢有医生在看了，然后没有发现有典型的非洲猪瘟的症状，没有看到说他这个有出血的状况啦，没有看到耳后有淤青的状况啦，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对他进行采验。这个是台中市政府这个农业局局长的回答那你想想看这个回答方式，如果他讲的是对的话，那之前的新北市跟之前彰化县做的事情又算什么？人家看到猪只健康一样去做采验一样担心会不会有非洲猪瘟的问题所以呢，同一套标准如果当时新北跟彰化县做的是对的，那你就要问为什么今年的台中市不知道做这件事？然后更不用讲说，在网络上你看传很多在讲的是，第一个是台中农业局讲的这句话，叫做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然后更不用讲说，在网络上你看传很多在讲的是，第一个是台中农业局讲的这句话，叫做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对大家来讲，你该做的叫做都已经做了吗？你当初因采验而未采验，然后呢后面要收拾善后，你都做了吗？所以网络上才会把这2张图对照在一起就一方面农业局在讲说该做都做了，然后一方面大家在传卢市长当初在打鼓的那个画面，这都是整件事情在扩大过程中，大家看到说这里面有很不负责的一面。可是他跟主播人吃小吃跟那个打鼓的那个时候，这整个新闻都还没有爆出来。我跟你说，如果那个动保处或农业局那个采检那个时间点确实值得大家来讨论，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间的紧急与否，当然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可是那个卢秀燕她毕竟在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这个新闻出来可是所以她跟那个之间。可是武哥，你忘记一件事，卢市长对于猪肉是很关心的好，去年只有一只有希布特罗的猪肉，他都被他都特别的关心那个有希布特罗的猪肉，所以呢，这一次呢是一群这个猪只出现死亡的状况。那照理说，卢市长如果比照同样的标准，他应该没有心思去打康佳股，他应该也没有心思要去吃小吃。如果他没有讲那个什么关心购物节，不会被扩大。
对，因为那时候应该对，还是应该要关心那个那个时候事情已经发生，对，所以你想说一盘猪肉都这么重要的话，那更何况是一群这个猪出现了状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上大家在讨论。然后更夸张的是哈，就是说你在看过程中因采验而未采验的这个舒适的状况，大家已经觉得说很不高兴了，对不对？那一般的民众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更不高兴了，为什么？因为这等于是事后的态度呢，是农业部认为说你这些死猪肉应该要直接用火化的状况做处理，因为要火化的状况，大家才认为这才处理的算有干净彻底啦。结果呢，台中市政府说数量太多很难火化，所以用掩埋的方式做处理。光是听到用掩埋的方式，大家想象它可能造成的感染空间就大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连事后的态度你都会觉得说不可思议。所以呢，两个部分讲完了，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在这事情中央跟地方有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因为在之前呢，之前啊，刚因为大家前面在讲到边境检验所以关于蓝白在立法院做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可是我们要给大家看，台湾这几年出现的状况是真的，中国制的零食在台湾市场出现情况变多了。我光是给大家看像这两个一个叫做鸡仔饼这个鸡仔饼里面虽然叫鸡仔饼，但它其实是有猪肉成分在里面的，这是中国的零食。然后另外是这个中国的零食叫热狗肠，然后这两个零食呢含有中国猪肉的成分，但是都出现在台湾的市场上。那你知道之前在新庄的夜市被发现过有摊商在卖这个中国的零食，在苗栗的夜市也被发现过有摊商在卖中国的零食，这个都是当地政府自己去查出来的所以表示台湾呢有很多中国零食的流入，而且比例越来越高。那如果你觉得夜市卖，那是夜市卖，不，还有什么呢？给告诉各位看还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你可以看到在购物网站上面可以买到中国的零食，而且标榜告诉你叫火腿猪肉。那这个东西呢，我告诉你，下单还是会运到台湾来，台湾一样收得到货。那请问你这些东西到底哪里在做管理？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你看这个是之前公视就已经在报道一件事，小三通的途径把中国的食品流进来。那你想想看，小三通的途径中国食品流进来的话，流回到台湾本岛几率高不高？当然高嘛。所以你可以发现，从这个购物网站，从小三通的途径，从台湾的夜市可以买到中国含有猪肉成分的零食的食品。那我问你一件事。这些东西一旦有变成厨余的部分，它流到我们讲的这个养猪场去，你觉得几率高不高？你知道台中市这次出事的那个养猪场呢，它就是用厨余而且这个也是我觉得很离谱。台中市政府告诉你说，因为当它传出用厨余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政府第一时间当然告诉大家了，我们合格的养殖场呢，用厨余的也要用蒸熟过后的厨余。结果台中市呢，等于说地方的清洁人员那边表示说，很难追查到他们用的厨余有没有经过蒸熟的程序。你知道这件事讲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真是吓呆了。我想说，如果市政府、地方政府连这个养猪场用的厨余有没有经过蒸熟程序都很难追踪的话，那请问一下，你要怎么去做管理？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整件事情呢，这个中央有中央该做的事，地方有地方该做的事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这个厨余的过程可能会有问题，但是这些中国的含有肉品的零食的管制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究竟是边境出问题，还是哪一端出问题呢？这就是我讲的，这就是为什么这5天大家可能要面对到比如说温体猪你吃不到然后呢，这个你会遇到这个猪肉价格可能这几天会上涨了，但是这一些都是在过程在又做疫调。要追踪来源到底是为什么产生的，所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讲疫调做完之后，我觉得后面这个可能从中央到地方从蓝白绿几个政党要补洞的地方补破洞的地方还非常的多。上公，但不要等说疫调，或是刚才青黄讲后面蓝白绿之间大家要补破洞的那些地方，现在你可以感觉得出来，蓝营的人呢问问题通常都问那个边境管制到底怎么管的，因为非洲猪瘟不会突然之间从台湾内部出现嘛，因为我们已经从疫区除名嘛，然后你就看到民进党团绿营的人就会直接说，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在搞些什么？怎么可能？好，还有大家都会发现，原来是像14号，人家跟你说我处理完了，那你不用做采样，那你就可以不采样。然后包括刚讲厨余，我们后来去查才发现，我们是从大概110年吧，我们的农业部有公告，其实是不准用厨余，但是它多了一条，你只要养超过300头以上，那当然要经过一些什么处理，你就可以用厨余。那原来就养得多就可以了，那养得少的才不行。但是那个公告的公文上面是直接说禁止用，
只是后面加了这个条款。淡出。但当这件事情一发生以后，你看云林张立善第一个跳出来，我早就告诉你，全云林都不准用厨余。然后告诉你，然后包括云林成立、新竹成立、屏东成立，每个地方都成立应变中心。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严重了。当然，历经了口蹄疫之后，大家对于猪瘟非洲猪瘟的紧张性当然够强。尤其你想到云林是养猪第一大县市，屏东是第2大，彰化是第3大。所以你看得出来，这3个县长几乎都出来讲话，都出来讲话。那当然，我们排序下来的话，就台南、嘉义、高雄。但台中其实只有152个养殖场，其实只有8万多，其实它排得非常后面。我们有500多万头猪这是今年5月的调查报告嘛，那产值8000亿到整个猪的产业链是1500亿。那大家对这个事情，就是从过去口蹄疫的严重损失，从1000多头直接一路下滑到600、300，然后大家尤其是养猪户面临口蹄疫的那一段时间呢，面临的那一段时间，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政治上面，大家都在攻防，一个到底是边境的问题，边境的问题，这是不是一个来源的问题？其实边境是个来源的问题，然后另外一边是你在发生后的你的处理过程、流程问题，其实是2部分的问题，那大家是说，我们本身没有非洲猪瘟，那怎么来的？是不是像刚才说的，买了这么多东西啦等等进来的？就是我们无论是在网购上面、边境上面，是不是出现漏洞？你说本来没有，怎么会有？说因为我们现在查出来的又跟越南的猪是同样，那是否真的如？可能性从边境进来以后变成厨余再出去，它是有可能性嘛？当然，它是有可能性嘛。那第二个处理过程里面，刚才讲了，我觉得一件事啊，就是你的警觉性不够强嘛。就一句话，警觉性不够强嘛。就是说，你不管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猪只有一定的死亡量的时候。你一定做的事情就直接就减了嘛？你从50多头到100多头，你才发现不对才减。而且我觉得我们那个动物传染病的防治法里面的第9条，本身就赋予那个检疫人员有强制检疫的那个权利嘛。如果你不给我检的话，我马上可以调警察来排除，我就是要检体。我们法规上面是有赋予防疫上面的动物防疫、传染病防疫的强制权嘛，就跟我们一样嘛，我们的人身防疫，它有强制权在，它有强制权在。为什么会给你强制权？就是怕你一旦去要做检查的时候受到干扰，所以我必须给你强制权嘛。那是不是？因为台湾度过2018年一直到2021年、2022年那个最严重非洲猪瘟的那一段时间以后，大家警觉性下降。警觉性下降。你刚才说的是大概2018年中国非洲猪瘟一路爆下来以后，看到的情景。苏贞昌去机场啊，我们的那个狗也出现啦，所有的机具都出现啦，等等。然后你只要有猪有病，马上检测啦，等等。这就像我们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你稍微打个喷嚏就马上筛啊，它是一样的嘛。就是说，警觉性的逐渐越来越淡的时候，是不是连我们的防疫的警觉性都弱了？现在在探究的是。你台中的动物的传染病里面，你的防疫心态是不是越来越松动？
就你就觉得好像我们不会有非洲猪瘟嘛，因为我们没有嘛。所以你在判断力的时候，你的那种严谨度就出现缺口。那现在大家探究的是这2个问题，但这2个问题其实是2个不同的责任。那现在大家探究的是这2个问题，但这2个问题其实是2个不同的责任。2个不同的责任。你说进口的啦，买了，边境查进，这是另外一个责任。你怎么会让他进来？另外一个责任是从发生到正式确诊，中间你的防疫心态是什么？是不是你的防疫心态跟你的严谨度跟你的整个的螺丝是不是松掉？这是2个部分的责任问题。那来源，那当然就只有靠现在检察官也分案嘛，对啊，要追究来源嘛。好，那我觉得来源是一回事，处置是一回事。那现在政治攻防呢，他就把你来源跟处置要把你混在一起谈，因为我现在正在跟你政治攻防嘛。那你骂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卢秀燕，那我就回你没有猪瘟，你怎么会进来？你边境怎么做的？那民进党就来，你看我们的边境预算就是你们3的，其实它就是轮回到一个攻防，但是责任的分担、责任的各自不同，他们是拿来跟你政治攻防里面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其实很有可能2边都有错。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很好，2边都有错，但是政治上是不是这样？就算大家2边都有错，我也要骂你骂的比较凶、比较狠，然后呢声音要比较大。可是对老百姓来讲，到最后回归到的是全国所有的老百姓的问题啊。这是包括刚才经济上面，包括民生上面，包括所有一些的影响。好，你看农业部，当然这时候一定要做疫调，刚刚讲在做疫调，然后包括像杨秋玉委员呢，那之前讲说，那请农业部赶快到立法院来报告所有这些事情，这些也被摆成说，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政治的味道在这个里头。但你现在如果看起来的话，因为这件事情显然不会在今天、明天、后天就结束，因为还要等，包括禁运、禁载，最重要的是要等说，包括在那个农场、那个牧场里头所出去的那20几头猪，再去追查那个过程。这对大家来讲，这几天你似乎回到以前，我们大家在讲那个在调查哪个地方，千万不要再蹦一颗炸弹出来，要不然的话，平常讲，我不管中央地方，到最后追究起来责任的时候，其实谁也跑不掉啊，谁也跑不掉了。但是这时候你如果掉进去政治攻防，不管蓝绿白，我这时候去搞政治攻防，你一定会扣分。因为这跟花莲光复一样。它不可能全部都是花莲县政府的，中央一定也有。只是说最后大家会看那个比例是多少，因为老百姓心中自然有一把尺。花莲当出事了以后，灾难形成之后，你事后面对的态度更会决定老百姓心中那把尺，往哪边倾斜。所以说猪瘟这个事情，大家最好祈祷啊。如果它是个案呢，那大家都阿弥陀佛。卢秀燕受点伤，但是不会太重。万一不是的话，那个是灾难。那不只是经济上的灾难，在政治上也是这个灾难。先不要讲一般人吃猪肉，因为你没有问题猪，你可能还有冷冻猪，还有外国进口的。台湾养猪户有多少啊？它不是只有在屏东云林、彰化都是。这2个是国民党执政大县，尤其像彰化，谁受得了？那是政治任务的关键是你第一时间的反应。为什么卢妈妈会被先拿出来？就不晓得你在想什么。对，购物节的记者会，可当然是猪瘟超过购物节嘛。这是个 ABC， 不需要谈。而且那么资深的政治人物，大家认为你是2028的可能人选。怎么会在第一时间还在讲多多报道购物节？那个时间完全是不对的嘛。这是政治人物第一时间一瞬间你的政治反应就要有的。
你回来讲，像杨纯英委员，你这个时候要开记者会，你希望陈菊进部长能够告诉你什么？他也在捕破网，现在能跟你讲什么？他那个不是记者会，是委员会。对啊，专案报告，让他找到立法院啊，做专案报告啊。关务署就讲海关吗？这个时候能怎么样？第一时间这个叫政治动作。在我们政治动作这个时候会让人家讨厌。厨余的事情一定会检讨。因为什么？会直接跟赖清德有关。张善政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跟赖清德有关？因为张善政行政院长的时候，张善政有问他啊，就是禁用厨余啊。那赖清德认为，有些那个厨余不是完全不能用。就是只要90度以上煮1个小时。好，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就回过头来，你知道我们一天可以产生的厨余，2013年的时候一天的厨余可以产生多少？我刚才查了一下。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79座101的高度。一天，我们一天产生的厨余的量，少的估计数据是3000吨。多的估计是1万吨。你用那个桶子啊，餐厅你用那个不止啊，包括我们自己家里都会有那种你看到人家在厨余那个桶子，那一个桶子大概可以装155公斤。就用那个桶子叠。可以叠70几个101，所以它是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那个厨余的事情一直有但书？因为有一部分大概1/3的量，还是1/2的量，靠煮熟之后，养猪场消化掉，剩下的有的用焚化炉烧掉。桃园。彰化、屏东、云林这几个都禁用。台中为什么不禁用？就是一样嘛，有的禁用，有的不禁用。各县市政府他们会决定。那如果你要台中市政府的焚化炉去烧这些厨余的话，它的就是很实际啦。它的选择。好，那现在问题出来的就是捕破网了。15天把跑不掉了。光是农业部他自己的网站上就有讲，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毒如果在猪舍里面可以活多久？30天。30天。你15天可以冷冻的话，可以活长达用年再算。3年。冷冻猪肉，如果它是冷冻猪肉，做成冷冻猪肉放在冷冻库里面是1000天。所以你现在是要祈祷天佑台湾了，希望只是台中的单一个案。它不是只有你买不到猪肉，买不到猪肉，最后我们会去买，还是有一天你可以买得到啦，因为它不会传染人呐。你下一步马上可以想到的，总统他们一定准备要再找一笔钱了，干嘛？光云林的养猪场是1200个养猪场。万一扩散的话，它一定是全面扑杀，然后再重新开始。那只有云林云林还不是全国最大的云林全国最大了，他养屏东是最大的，他是养151万啊。屏东是养殖场，他养畜牧场比较大多，是1285个，但是他只有100万头。是，如果要论头数的话，是云林最大。现在你就需要准备一笔钱的，花莲是不是要准备一笔钱？这件事情万一没有补到的话，你再准备一笔钱。你说怎么进来的？螺丝松了，但是一定不可考。你认为一定是中国吗？不一定，东南亚都是。出国那么多人，机场安检如果没有检到，你回来又吃不完，就丢到厨余。那有没有可能，有的人渔船在外海交易，偷偷带进来，什么都有可能啊。什么都有可能。这里面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卢妈妈会比较倒霉。
就是10月14号那一天。那天如果减了，它并不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但是可以让我们提早反应，就是你要补这个破网会比较好，比再多1个礼拜的时间。像那个养猪场，10月13号还有20-30头猪送去屠宰场，那屠宰完了一定就送出去了，那屠宰场会不会被污染？那个屠宰场不会只服务一家嘛？所以这个时候对农业部来讲，其实相关单位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是焦头烂额。那这个时候，希望朝野大家先把这个已经不是防疫了，现在真是祈祷善后，然后把态度摆对吧。现在真是祈祷善后，然后把态度摆对吧。当然防疫视同作战，尤其这对台湾来讲的话，那猪制的所有的一些产品，就是非常非常一些的重要。当然，那唯一让民众要先安心的是，因为所有的专家都告诉你说，那它不会产生传人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不会对人体，可是它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包括刚讲到这所有这些层面影响太大。接下来就静待着这几天吧，不管是现在的5天，然后接下来讲说15天，会不会真的要延到15天？过程忍受不变是应该的。那希望不会再出现其他一些状况，添入台湾这一部分。我相信经历过当时口蹄疫的那些人都经历过那段期间，那大家一路这样拼过来的状况。好，那这段。包括政治的责任，未来大家也一定要回头去做一个总检讨。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对国人来讲的话包括政治人物跟媒体之间的关系，刚刚讲到，对黄昌主席来讲，民众党黄昌主席跟狗仔们跟所有的骇客们之间的事情，他已经提告，然后在这2天他有深入解讲，但你也不要问告了什么，反正就告了2件。那这2件呢，反正你收到传票，你就会知道 ，OK。但创下。最早那个时候，大家讲，包括这2天，黄昌说你们大家泼他不成，要泼他的亲朋戚友，包括他的岳父，小姨子也被抓出来，然后岳父的那个什么建设公司，因为那时候最早是因为他讲居住正义，到后来包括他的公益揭弊协会啦，这所有这些，因为他讲揭弊，目的都是为了正义。可是这所谓的不管居住正义到揭弊正义，跟现在跟狗仔们所有这些，你如果要摆在一起看。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之间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觉得感受上不太一样？哎，这个东西我蛮感叹的。因为我当记者这么多年了，我每次出国，台湾变化很快。所以你不要出国嘛，你不是出国回来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件事情就翻页了。结果呢，这2年就是有一个人一直没有翻页，叫柯文哲。然后这次出去呢，出发之前叫黄国昌，没想到出发之后回来。还是黄国昌，这个东西，他们2个是我在政治在新闻里面的一个例外，翻不了页，故事越来越多，柯文哲就这样子，然后黄国昌呢，现在就一个，你回来之后又是什么？他岳父的公司，他岳父的子女，他的那些亲戚，哇，那还考我们呢，我还是不会练那个怎么练高辉，高辉，对，那个什么的事情故事，然后恒河，然后以前的什么居住正义或什么的故事还继续的出来，然后还继续的连什么，不只是中央社对不对？还有很多的那个央广啊什么都出来了，你会傻眼，骇客什么的东西故事这么多。那这么多的话呢，你会发现，果然他是柯文哲最好的接班人。因为都是10年前，都是一个在对于台湾已经像是酱缸一样的蓝绿的政治受不了之后，一个柯文哲出来了，白色的力量；另外一个是什么道德的长城什么什么的，我不知道你们的年轻人喜欢讲对不对？那个都是10年前，正义的北极星什么的，对不对？对，那个叫黄国昌。但是你会看到2个人的那种形象180度的一个转变，从原来是永昼，对不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对，永昼永远的光亮，你现在看到是进入了永夜，越来越黑，越来越黑。然后他身上里面黄国昌过去的时候那样的，你看到他现在的什么俊俏的脸孔也没有了，他自称的俊俏脸孔，你会看到他这个出来的那个整个表情是越来越
你甚至你觉得有点憔悴，有点紧绷，有点这个状况。然后最重要就是对于整个，尤其是对于我相信一些台湾的，像我们这一辈的是走过那个年代，后面的年轻人都觉得，台湾应该有个新的状况。曾经寄希望于柯文哲，接下来寄希望于黄国昌的这批年轻人，大概他们的沮丧、挫折都会出来。然后黄国昌现在呢，也跟柯文哲一样，再没有光环了。永夜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小学生就可以放学了。现在大家都是黑了。然后早上8点半的时候，你还是看不到光亮。黄国昌现在他的身上，过去10年来所包装的一切，都在毁坏之中。而在毁坏之中呢，那问题就在于说，他这个毁坏里面呢，而且不够道德。好不容易国民党有个郑丽文，至少给他有点新闻嘛。结果黄国昌的话题还是比郑丽文多。这个蓝白合里面也不够有诚意。不过基本上我就说，黄国昌今天回此，他已经是下一个柯文哲。而且看这个局况里面，我们现在相信很多人心里在等一件事情：2026年2月1号早上，检察官会不会请他进去？因为他那天就不是立委了。所以黄国昌他其实不是他个人，而是他和柯文哲10年来台湾对于政治上的一个新的想象、新的一个期待，完完全全毁在他们2个人身上。尚公，你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你说包括从狗仔门这件事情，凯斯，然后包括凯斯的负责人李怡娟，黄国昌跟你讲说他跟李怡娟有什么关系？然后后来就你知道在台湾就是这样，大家就是这么厉害，就帮爬梳出来李怡娟，然后包括说他的太太跟小孩的户籍是不是在李怡娟的房子，但他也就跟你讲那有什么关系？然后包括那个对话记录里面是不是曾经出现过收队？他讲的。好，那当然你说《镜周刊》跟他感觉上，我觉得真的大家是杠上。所有的只要他回应一个，《镜周刊》就出一篇他就回一个他再来这样。那可是这整体对民众来讲，我们一直大家都讲，政治人物跟媒体，尤其跟狗仔，那更不要讲骇客们的啦。这之间的那个关系性，它应该是有那个分际在的。可是现在这个分际是变模糊了吗？可是你对一般老百姓，他如果真的认为政治人物可不可以指挥狗仔啦或什么这些，老百姓一般的感受应该也不会太好吧？我觉得就是政治性跟媒体，这是2个不同的领域。那界限是不是打破？我觉得黄国昌是要打破了，但是依然打不破，因为媒体上面很清楚一件事：谁写的、谁拍的、刊登在哪里。即使说黄国昌说你们用社会组，但最终法律责任镜周刊要负。当然啦，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就是说我刊登我负责。但是你看到狗仔这一边是相片四处乱窜，一下子是这个立委报，一下子那个立委报，一下子这个立委报，一下子出现在民报，一下子出现在林传媒，一下子怎么样？它的运作是横跨了政媒界，在跑来跑去那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且让大家最不能接受的是，你是对特定政党的人物，尤其是你的敌对政党的人物，所以会让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利用这种方式在对付政敌嘛？所以你看，这是正传媒的民调嘛，他很清楚一件事啊，他问说，黄国昌指挥狗仔跟拍的事件，其实认同的只有10.2不认同的是73.3然后里面的时候，你去看到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民众党有多少不认同？58.7民众党里面58.7不认同黄国昌指挥狗仔你国民党都有75%左右然后非政党的，就无政党立场的，有61点多认为不认同那你认同的里面最高的，好吧，就民众党27.4你也只有自己党内也只有27.4认同也只有27.4认同。那你看到年龄层最强的，他们是30到39岁依然有67.6% 的人不认同只有13.5% 认同你20到29岁的话，也是70几%，专科大学程度的
70几%不认同，到研究所是80几%不认同。柯文哲最自豪，当时最自豪的民众党高学历，今天面对黄国昌的是越高学历的不认同度越多，他的作为越多，所以你说整个下去，政治上面当然黄国昌一定在撇东撇西的。可是郑长坤应该这样讲。好，你说因为郑成元这篇民调里面他是讲说，因为大家提出来的那些东西，包括对话里面有没有收对，包括所有那些，包括那个狗仔，就跟当初黄一川那几个狗仔，是不是他的前助理啦，或什么这些，或跟谢欣恩的关系。那可是因为黄昌他都几乎没有正面回应这样，所以这个题目是讲说，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黄昌真的有指挥这些的话，那民众的态度会是怎么样？你从这来看的话，所以黄昌应不应该针对这件事情？因为如果这是真的，你看得出来民众的反应，几乎连包括白银的反应都是这样，所以他是不是应该针对这些事情，他干脆就直接告诉你们哪一些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要不要干脆把它讲清楚？不讲清楚对他来说会有帮助吗？第一个讲得清楚吗？重点是不讲清楚吗？回了讲得清楚吗？好，那就讲一句话，今天去告人说，诉状2个嘛，哈，但到底哪2个？是他高辉帅一个呢，还是2个都是他告的？那诉状他就告诉你，我们到法院谈。对啊，那回应一下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敢把诉状拿给大家看？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嘛。你告这个，那个你为什么不告？那个是真的吗？你告了这个，这个为什么不告？这个是真的吗？人家镜周刊跟镜报是你写了1个多月，你就是说告1漏万就会被大家来讲，你告了这一点，你为什么不告这个？那你是不是狗仔头？那个收对那个你要不要告一下？为什么有很多你不告？那不告就会被大家认为，那是不是它的真实度会比较高啊？不告的时候大家就在怀疑，那个收对，真的，因为他不敢告，什么不敢告，什么不敢告，什么不敢告，就是说诉状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看你告什么，我们看你没告什么。不是上后这件事进了法院，他还是要面对这个对啊，到了法院以后，你可以想象，如果被告的是《镜周刊》，像洪亮他们，洪亮出来一定就跟你讲，他被告的是哪几段。他的态度一定也跟你一样讲，那你为什么不告我？那什么？对，黄国昌还是要面对啊，延后再说嘛，先把事情往后延再说嘛。因为他现在的策略里面就叫做以送纸棒而已对嘛？你今天就说一句话，问 A 答 B 啦，我都不讲清楚为什么，我就是拖嘛。对，看你们能写到什么时候嘛？没想到真的写这么久嘛。对，写到出国回来还在写，反正就是我跟你拖过去嘛。你像。你是不是美国人爸爸？到现在他也不跟你打。我老婆很生气啊。非法肉收啊，未成年啊，然后他就不打啦。你看他前面是不是都是几乎问 A 答 B， 问 A 答 B， 想要拖过去，一直到什么央广跟那个高辉的事情出来。你看清楚哦，他只解释高辉哦。他说高辉他们没有投资凯斯。那陈建铭呢？还有那个华安杰呢？对，还有关志宇呢？他绝对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解释有没有啊？凯斯不是跟你没关系。所以你不能。李丽娟你又不打。然后结果他们公司钱谁进去谁没进去，你既然都知道。所以我绝对不打嘛。我打了之后表示我露馅嘛。而且我打的时候，大家觉得抓出来，你是。如果黄国昌是凯斯国际实质影响力的人，好，如果他是实质影响力的人，他又是立委，他又在骂进电视，在质询中怎样行使职权，在讲进电视，结果你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公司，有2笔钱来自于。跟进电视有纷争的前董事长，你这个关联性讲出去，人家会不会觉得说，实质影响力这家公司这边钱进去，你帮他讲话，会不会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检察官如果侦办的时候，
说，好像有对价关系，所以他一定不跟你打，他一定不跟你打凯斯国际的事嘛，那他是不是实质影响力？凯斯国际实质影响力的人，我们就等北检查嘛，北检查嘛，所以他一定选择性讲话，别想叫他讲清楚。如果讲清楚，那问题就很多了。就说我之前讲的，如果他说我老婆在美国生的，好啊，我老婆在美国生小孩，大家就问你啊，什么签证进去？免签多少天？那美国查得很严啊，你看来已经怀孕6、7个月，你90天3个月，6、7个月30天，一去安检的时候，那不管你冬天去什么大衣一脱，怀孕，可能就不让你进来。那我就合理的要问啊，请问你用什么签证进去？你签证进去住哪里？然后你在哪家医院生的？等等等等，其实后续会有很多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后续会让人家有很多问题的，他都以 A 打 B 嘛。所以你说让他讲清楚，不可能，他绝对不会讲清楚。那如果这样，因为我们这里头理论上应该最了解黄国昌的应该是亮君，因为你曾经同一个政党，你也在待过那时候的过程，所以我们就讲，你光以这个来讲，因为已经闹得这么沸沸扬扬，闹成这个样子了。那如果像这个讲说，那黄国昌指挥那个狗仔这些跟拍这些，如果是真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数字对他来讲一定会有很大影响。所以我刚刚讲，政治人物如果碰到这些，理论上应该去想尽办法解惑，告诉大家没有这个事，或是有哪一些原因是什么事，大家可以接受或什么。建议一下郑传媒，做完这一题以后，底下再做台北市那个新北市长民调调查。对，我刚刚讲那个影响性啊，所以他们为什么黄昌以前的作风就是这个样子吗？我觉得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我真的已经充满问号了啊！好，那但是我觉得他一开始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他想要用什么说法来去解释吗？他想说，他是在揭弊啊，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你从民调上面很显然的看出来，大家并不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可是问题是你从民调上面很显然的看出来，大家并不认同他的这个说法。如果大家认同他这个跟监的他找狗仔去跟监的行为是监督的话，那我想在这个民调上面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我觉得我已经好几次提醒，有遇到国民党人，我都会说你们跟黄国昌合作真的要小心啦，他不知道哪一天跟你翻脸的时候，上面米干都该压出来哦。所以我觉得跟黄国昌合作，真的你要随时做好准备，他要跟你大翻脸、过河拆桥的打算啦。那接下来就是说新北市到底有没有可能黄国昌会执意参选？我认为。国民党当然会希望说，如果李四川去，那就排除各种障碍嘛，好，那让李四川在这边顺利的来当选。但是问题是说，黄国昌想的或许也不只是2026，我之前就一直讲，他一定是放眼在2028。那他在2026可以换到哪些东西？他新北市拿不到，他可不可以在其他的县市获得？就是说，这个蓝营礼让，然后提名民众党的县市首长候选人。所以就是看他接下来能够换得多少。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跟监事件当中，我觉得对黄国昌是有伤的。然后再来就是对于黄国昌有伤之后，大家还是不要忘记柯文哲。柯文哲现在已经在外面了，所以虽然这柯文哲近期都很低调，大家都是陈佩琪在帮他发文哈，但就是说柯文哲对于蓝白合这一块，我认为他还是有影响力。当黄国昌的公信力大受影响之后，柯文哲会不会在党内的影响力也就慢慢的恢复到过去的影响力？因为其实我认为。大家民众党的支持者还是比较认同柯文哲，毕竟民众党是柯文哲创的嘛。那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接下来在党内是不是还像过去一样，仍然拥有那么多的影响力？在蓝白合的这个协调的状况底下，黄国昌手上是不是还有那么多的政治筹码？我觉得这还要持续观察。伟恩，你看啊，如果这件那黄国昌有没有指挥狗仔跟拍片？如果是真的话，从民调看起来的话，蓝营的支持者都有75%不太认同。可是蓝营的支持者，我们那时候正传媒有做，对于蓝白合，其实蓝营的支持者是普遍抱有很高的一些的期许的。
对嘛，就是那个支持度，给你看一下，是，给你看一下，这个明确的数据过来。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还是像我刚刚讲，真的，只要2028大目标在那儿，其实这些事情，就算刚刚亮君讲说黄鸿昌的公信力啦，包括他各方面啦，甚或你们要不要担心有一天他如果反目啦或什么，这些都先摆下一边嘛。我想客观民调很明显哈，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用民调，政治人物能不能指使狗仔去跟街，然后去爬粪哦，没有人会支持这件事，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不用民调大家都知道结果哦。但是你说会不会说我为了蓝白合这些东西我都视而不见？我跟大家讲不会。但我认为国民党现在的处境，首先就是黄国昌现在是民众党党主席没有错。好，当然柯文哲当然因为有案子在身，他现在不便对外有过多的发言。但我不要说我们的我啦，我会认为柯文哲代表民众党，这我不会有异议。黄国昌现在是民众党党主席，但他影响力有没有大于柯文哲？老实讲，我是有疑问的。那更甚言是，民众党蓝白合是以国民党跟民众党。不是这个郑丽文，因为我们现在新的主席郑丽文，不是郑丽文跟黄国昌合嘛，所以我想当然会有一定的差距。但回到这个黄国昌部分啊，我也必须这个讲一下这媒体啊，用黄国昌语言，这个媒体叫泼粪，他说撒了一堆黑料，在我逻辑就是你就是无差别攻击嘛。那我当然知道这媒体希望乱拳打死老师傅啊，但我也必须讲，这乱拳可能一个要害都击不中，甚至转移的注意力。黄国昌回的没有错啊。汇款单什么时候？应清哪里？然后港资中资证据在哪里？造假截图，那个媒体都不回答。那的确跟监的这一部分看起来目前也没有黄国昌也没有回答非常清楚。但问题是黄国昌有一个底气在于什么？虽然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个言之凿凿，面对这些事情的所谓的线索都导向黄国昌。但是因为那关键字，当然现在可能正在调查嘛，对不对？但如果这个检调调查完之后，起诉完，类似法院判决一刀毙命结果出来之后，黄国昌大概这个政治生命大概也没了啦。那现在没有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又没有明确的事实证据呈现在客观事实上，当然黄国昌可以持续的用其他方式来回应。那面对国民党，你没有事实证据，没有具体的这个罪证确凿的事情。我们当然是保持以蓝白为基础的实际合作，但对于这件事情，我相信呢，各位可能跟很多国民党的朋友同台过，应该没有人认同说可以狗仔跟政治人物吧 ？OK， 但都好，这真的要等到法院或是整个案子，黄国昌告2个嘛，那洪亮他们也说，如果要告，他们要去告诬告嘛，真的要等到法院最后有一刀毙命的东西出来，或是最后还黄国昌清白，或者什么这些，才能把整件事情做定调吗？还是这整个过程到目前，像刚刚上公讲，因为每一次大家媒体人都很清楚，第一个，通常媒体丢东西，他不会一次丢完，大家叫切香肠嘛，就是一段一段丢，看你的回应。第二个，就是我丢完了这么多，我丢10项，你如果告像上公讲，你告了2项，那其他8项呢？其他8项大家就会开始不断的讲这8项，所以这些某种程度来讲，你司法线跑这么久。这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没什么怎么办？因为现在就是把那个水搅浑了哈，所以你不晓得黄国昌告了2项是什么。就算知道了，也过了一段时间了。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但是你回过来看黄国昌，整件事情来讲，其实那么讲，在法律责任上来讲，还没有一刀毙命。因为真正核心关键还是在看有没有那个所谓的要汇钱汇100万给那个协会那个事情，因为那个时间点这样看起来会是在立法委员的任内。那如果有民众，不管是叫吹哨、叫爆料、叫陈情，不管跟他的助理陈情爆料，然后还要捐一笔钱给一个协会，这个可能会有贪污治罪条例的问题。他的助理如果做这件事情，他也会倒霉。因为他的助理跟他很久，更不要讲万一那个事情是跟他直接相关的，那就是徐永明第2。徐永明是他的好朋友。但是在法律上面来讲，还没到那里。那政治上就不用等法律。不是有做民调吗？大家支不支持养狗仔啊？政治人物养狗仔啊？就你支不支持真的有狗仔多少？我认同的10.02，不认同的73%。
就很简单嘛。因为政治人物养狗仔跟媒体的狗仔队本质上是不一样。媒体养狗仔队，它的本质可能是爆料，可能是娱乐，可能是揭弊，都有，但它的本质是媒体。政治人物不是只有国家机器、执政党，立委本身就是一个权利。在野立委又兼一个党主席，养狗仔队，做政治人物的 AB 档案，或者做政敌的 AB 档案，那就是私设调查局。就以黄国昌的人设嘛，道德形象嘛。好，那他2020年的时候，他不分区没有拿到嘛，他排第4名。在那一段时间的黄国昌直播爆料，那爆的料又跟他后面的金主是直接相关的。那如果2023年真的有陈建平跟这个黄安杰2个各1000万，又是他的金主，我不晓得社会要怎么去看，就我觉得讲好听一点这就叫拿钱办事，好不好？银货两起，但是呢，就不要把道德的旗帜打太高但是除了税以外，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法律责任。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不知道这是老实数吗？秦皇，那个蔡壁如在媒体上面，在有台也有讲到这些，他说对那社会对黄国昌观感不好，他讲的也是狗仔们的事，对他讲说社会对，所以好了，蔡壁如是要直接告诉大家，你们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因为为什么呢？一般同党，就算大家知道你们2个人交情不好，或你们曾经竞选过党主席，可这话讲的也太直白了一点吧？而且蔡壁如讲的时间点就在这个时间出来讲，这个时机坦白说也是蛮有趣的。那为什么蛮有趣的哈？你看蔡壁如讲这个时机点，他不在之前讲哦。坦白说，就以黄国昌跟蔡壁如在选主席的过程里面，2个那个时候很多话讲的已经不是很好听了嘛。尤其是蔡壁如跟黄国昌之间在对阵的时候讲的话，其实看起来都已经互相火药味很重了。可是你看党主席选完之后，蔡壁如就没有再对黄国昌讲什么话了他反而是这一次呢，等于说这2天出来讲话说黄国昌这个狗仔的问题呢，这个社会观感不好，而且他讲的很直接，社会观感不好。那换言之，对蔡壁如来讲，是不是他旁边他有接触？各位要知道，是蔡壁如在民众党毕竟耕耘一段时间民众党还有蛮多的党员其实也是看着蔡壁如的，所以你要问的是，这些人是不是跟蔡壁如一样，也觉得黄国昌社会观感不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告诉大家说，前面我们是不是讨论一件事情？小草跟小葱不是画上等号的一件事，就柯文哲对民众党的影响，跟黄国昌对民众党的影响，这2个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告诉你说，是不是因为黄国昌现在对民众党的影响力开始往下降？那会有小草呢认为黄国昌做的事情不见得符合他们的期待，特别是指挥狗仔这件事情。因为刚刚从这个正传媒民调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即便是民众党的支持者里面，也有大概5成多、5成7左右。对于这个政治人物指挥狗仔这件事情是不认同的嘛？所以换言之，这个风向就正传媒的民调跟蔡壁如嗅到的政治上的嗅觉是不是也是长一样的？所以蔡壁如这个时间出来告诉大家，就这个东西呢，社会观感不好，这是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个，黄国昌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讲清楚，他的事情其实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是在于过去黄国昌主打的揭弊的形象，这形象坦白说，对于他的小聪来讲是接受的，接受程度是高的，而且揭弊这件事情还有个大的前提叫做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所以大家才会相信你的揭弊嘛。你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所以可以用揭弊这2个字。但问题是在于说，你有没有注意到黄国昌现在这一阵子最大的问题在于说，很多的金主形象跑出来了。那这些金主形象呢，如果只是单纯我只是要支持一个这个黄国昌的理想，所以我出钱支持他，没有任何个人的因素在里面的话，这也 OK。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如果这里面有些人看起来是跟黄国昌的政治上的行动有关系，那怎么办？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不是只有单纯进电视这件事情就我们现在谈的是进电视这件事情，有2个进电视的这个前董事跟董事长，然后看那个被周刊报道说，
这个都各有1000万，然后捐到这个凯斯国际。而凯斯国际跟黄国昌，我跟你讲，现在最难黄国昌撇得干净的是在于说，他太太的户籍设在凯斯国际这个代表人、负责人他的房子里面嘛。那这件事情你要说完全都不相干、不知道，坦白说难度还真的是蛮高的。但是他就不回应你啊。对，他虽然选择不回应，但是问题是说这件事情他也没有去否认嘛。所以换言之，在这事情上面连结哦，我说连结的部分在民众心里面这边是有连在一起的哦，只是黄国昌要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你看在进电视这一端，你的金主跟你在政治上的动作竟然是有关系的，那表示你在揭弊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显然不是那么单纯啊。那然后呢，其实还坦白说，黄国昌之前所接过的弊啊，我说他自己主打过的不是只有进电视这一件啊，他之前你看大同的经营权之争，他同时两边都站过呢，市场派啊，他之前骂过公司派，然后后来支持市场派，然后入主经营权，那这件事情已经让大家觉得说这坦白说很吊诡了哦。然后呢，除了这事情之外哈，除了大同经营权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是还有其他事情，因为他之前还碰过这个科学城物流的事情，在科学城物流里面有没有也是他的金主，然后呢跟他后来在爆料的方向是在爆说这个他金主呢跟他金主有仇的那一边的对象，这一件事情呢坦白说也是有关系的。所以随着你看几件事情串在一起的时候，当黄国昌被认为你的揭弊看起来都是有目的性的揭弊，你的揭弊看起来都是有方向性的揭弊，你的揭弊看起来都是可能跟你的金主是有关系的话，那你的揭弊还是单纯的揭弊呢？你的揭弊还是单纯为了公益而存在的揭弊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如果这些跟监跟拍行为又跟你有关系的话，那对民众来讲是更不能接受哦。那如果这些跟监跟拍行为又跟你有关系的话，那对民众来讲是更不能接受哦，因为显然你不是为了公益，然后呢要去做跟监跟拍政治任务这件事情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黄国昌呢，他面对到自己这种社会公益形象挑战越多的时候，他现在选择的方式呢是这个我们讲说他把柯文哲的鲨鱼理论拿出来了，意思是什么呢？能不回答的我先不回答。然后呢，对于其他战场，我就以拖代变希望下一个议题把原来这个议题的焦点给带走。所以你看，他到上个礼拜就说跟《镜周刊》是为了那100万两边在陷入对打的状态，他也不跟你讲其他的东西哦，他是为了那100万因为那100万说实话就是如果要求这个揭弊的人、爆料的人，你拿他爆的料，那你还要他付你钱，这个坦白说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可是黄国昌就挑了这一件事情呢，跟这个周刊两边呢，就这个事情上面去对打，然后塑造媒体上的焦点。但问题说他能够维持多久时间？因为你会发现很快就要进入下一个题目了。下一个题目就是这个有没有遇到说北检把这件事查出他的原来的真相是另外一件事哦。因为周刊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东西等着要爆出来了。那爆出来的内容跟黄国昌自己一直在问的一件事嘛，就是这个李丽娟，谁说她是我的姻亲？那到底谁跟她是姻亲关系？你看。这个不是只有单纯说这个他的太太、他的小姨子这件事情啦，他有没有其他的人或其他的关系被讲到姻亲？这整件事情对周刊来讲，还有其他的资料等待后面有没有东西可以继续在声量上面再做滚动啦。所以对黄国昌来说，这一件事情呢，坦白说没有他想象中说转移到100万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结束。对他来讲，后面还有很多的挑战。但在挑战过程中，为什么前面我们会讨论到蔡壁如？是在这挑战过程中，如果黄国昌得到来自于小草们的支持，开始往下降，又回到原来的小冲基本盘的话，那对他来说，在民众党里面是不是还真的非黄国昌不可？或是对民众党来讲，比较希望这时候柯文哲赶快浮上来，这种浮动的状况就构成你现在看到，我觉得这是为什么蔡壁如现在浮上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原因。OK， 蔡壁如现在浮上来，你知道后面还会有别人也浮上来，因为当事情一件一件出来，或是后面不知道像青黄讲的，那每个礼拜二或下个礼拜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的连续剧的一些的资料再往上滚？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刚刚讲到，因为为什么要请教委员，就是因为蓝营跟白营之间看起来，蓝白合之间对于2026跟2028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而这个期待在郑丽文当党主席以后，当选党主席，当然他在竞选过程也是讲蓝白合一定就是这样往下走。那只是他的过程当中，当他当选。大家会检视的是，第一个，包括国民党在未来两岸路线之间到底会是怎么样，而那个两岸路线对于国民党未来在不管2026胜或2028能不能拿到中央执政的大位，能够遂行自己政党理想，这当然都会有关系。上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以中国人自豪这句话。
这句话一直是这几天被大家一直拿出来讨论的。那蓝营的朋友其实就讲说，不是嘛？这个有很多诠释的方式。那谁告诉你中国人就一定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那中国人也有文化的，就很多一些诠释方式。但毕竟郑丽文在竞选过程讲了这一段，而这一段在一般老百姓耳中听起来，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基本上呢，其实呢，整个以中国人为自豪这件事情，从90年代那个开始有省级的那个中国情台湾节这个情况，一直到现在为止，他郑丽文这一次其实掀起的一个变化，恐怕后面很复杂。不只是国民党内部的路线之争，包含是一个民族的认同。当然，这正传媒最新的民调里面认为说，以中国人自豪的认同度，对不对？有62.1不认同，这个基本上大概符合我们长期以来从90年代以后的各种的一个认同的调查，包含到今年7月的时候，不管是政大选言还是台湾民意，当时呢大概最低是3.9认为我是中国人，然后有一些说法会是过去国民党比较习惯的蒋经国那句话，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那是10%，所以加起来，可是这一次郑丽文这个还是一样，7成几的人认为我就台湾人嘛，所以不会认同62.1下降下降，而是竟然会认同郑丽文这句话达到24.5，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先前的7月多的那个民调里面，从10几%，连我是中国人，还有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加起来直到17%而已，竟然会上升，所以就让它引起的一个变化。那可能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多数社会是不认同，可是郑丽文代表着另外一个新的状况。那这是什么状况呢？正传媒里面呢有一个是郑丽文呢，可能呢已经不是国民党建制派那种过去的什么建制派的那种带来的一个期待。郑丽文敢战，郑丽文敢转，他其实比那个黄国昌什么吕布更会转。你说从台独建国一直到最后，对，包括自豪是中国人，对，那个有点像，如果历史的话，比较像朱温，对，又一下是黄巢的大将，一下就在灭黄巢，一下是李克用的好朋友。我还以为你讲的是非洲朱温，不是因为朱温，我讲到朱温的，古代那个朱温他更像，对不对？但是后面是一代霸主，所以郑丽文那种完全会变。所以你会看到了一个争议，郑丽文看起来很有争议。然后先前的时候，很多人认为说，你的过去的政治历练够吗？就竟然会认为他对于国民党将来的选举更有利的。其实很多人是很担心，包括先前的时候，很多本土派是很担心的。结果现在是28.4碾压24.2，那是超过误差范围。所以郑丽文这个情况又变了。那变的里面是什么？就是国民党内部里面的支持群众，有一群人。看起来他们憋了很久，然后终于要跳出来了。所以郑丽文代表着那种对于这个一段时间以来里面国民党的建制派，所以郝龙斌的这些失败，代表的是国民党内部有一群人投射到他身上了，所以他会掀起一个。所以你会看到同样的民调，以中国人为自豪，这件事情大家很不认同啊。可是你会看到为什么拉到这么高？最高比例者50到69岁，高中职及专科学历。男性，就是我讲的，我小学的群主那些，差不多那个年纪，差不多这个年纪，所以他们过去时候从爸爸妈妈或里面所得到的认同、认可，这也许出了台湾社会之后，这么多年来他们是觉得憋的，因为在整个台湾从那个民主化过程中，他们的认同、他们的想法是憋的。现在郑丽文变成他们的一个象征，同样的也是他们这群人，男性50到59岁，认为对国民党未来选举会有帮助的。也是这群人，所以其实现在郑丽文代表的是，他不是只是国民党的路线之争，而是国民党的支持群的结构。有一群过去长期认为他们没有受到尊重、没有受到认可、没有人代言的人开始起来，所以后面对于台湾未来选举，不知道国民党内部里面那些八旗贵胄、那些建制派，恐怕要重新去思考，蓝血人是不是会有他们底下的那些兵勇绿营。开始有不同的意见。维恩，对你们来讲的话，这整个刚创下讲，一定有一批人觉得国民党终于出来可以站的，大家要喊打喊杀，也一定要有人能够带头冲嘛。但是也一定有一些人会担心说，这对国民党来讲是好吗？主要担心点一定是在于说，包括立场上的问题，包括在未来会被又被抹红，又被什么什么这些。那这对你们来讲的话，你自己不管是你自己在跑选区选民的那些感受度。
或是你自己的想法会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我们党员啊，毕竟郑丽文是党员选出来，党员对于他当选真的是比较兴奋，原因在于国民党已经在野将近快10年了，所以当然过去比较稳健路线党主席看起来也没办法把政权拿回来嘛。当然党员普遍期望那我们找一个能冲能杀的，奋勇杀敌，冲锋陷阵的。大家郑丽文给大家的期待感在于这样子哦。但回到跟正传媒民调，以中国人自豪认同度有24.5%。我吓歪了，对啊，比我想象中高，比我想象中高。那回到一个根本啊，大家仔细去思考一件事情，在20年以前啊，虽然有点久了啦。20年以前我们做的统独民调都是台湾人、中国人，我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比例是最高的，但现在不是哦。那回到根本，这个目前郑丽文讲的中国人，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还是中华民国人？回到国民党，我们当然认为是中国人啊。那过去台湾人有这样子对中国的一个认同跟意识的话，那回到郑丽文啊，郑丽文如果要走这条路线，我认为也很简单哦。你今天有办法用过跟大家讨论完之后，整个论述让台湾目前的主流民意认同说，我讲这句话讲的是中华民国，而且我们就是要去把所谓的跟对岸谈判，但是我们是要建立起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所谓统一，或所谓的在台湾的现状都好。你要让民众支持这套论述的话，你要讲说以中国人自豪，争取这样子一个诠释权，我没意见。但回到一个客观事实，国际上怎么看两岸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办法像30-40年前的这样方式去喊这样子一个所谓中国人的这个符号的一个争夺？我觉得是需要花很大努力空间的。所以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根本哈。郑丽文现在对目前他当选之后两岸的路线要怎么改，没有太具体的一个明确的表示。那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凝聚党内的所谓的民意之后，再一致对外了。OK， 但亮君讲白了啦，选举赢是王道，就选不赢，那说什么其实到最后结果那都没有用。所以现在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台湾的主流民意某种程度看起来，因为有人讨论过嘛，国民党党员投票出来是一回事，但你要进入到真正的大选的时候，整个选民结构包括认同各方面，那个是不太一样的啊。对。可是郑丽文他前面话已经讲成那个样了，他后面转得过来这些吗？尤其是你可以想象选战的时候，民进党肯定会打这个，然后包括国台办老共那个地方跟他讲什么？你看那习近平的贺电里头，还已经到推进统一什么什么，跟郑丽文之间的关系，民进党一定会主打这些，选战就是这个样。那对，但当然委员刚才也有讲到，某种程度他包括从他回习近平的话里头，你就知道他跟选战的语言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但重点就是转得过来吗？民众接受得了吗？我觉得刚刚当然委员在讲说这个郑丽文所谓的以中国人自豪的中国，到底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那国民党认为是中华民国，但是我觉得这其实要搭配着看啊。郑丽文在选党主席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这个针对两岸关系的这些言论嘛。那我想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讲说这个以中国人为自豪之外，他还有讲一件事情，他还曾经讲过说共机绕台是在保护台湾啦。那既然以这样子的说法出口的话，那到底所谓的以中国人自豪指的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就是观众大家可以想一下，说他讲这个说法是不是某种程度是在把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化这件事情啦。那再来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当然在郑丽文当选之后，大家一直在想说，国民党的现在在两岸路线是不是要走得更加的激进，或是朝向明确和平统一的路线前进哦？我觉得这大家可以去思考看看，就是观众大家可以想一下，说他讲这个说法是不是某种程度是在把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化这件事情啦。那再来就是说，我认为这个当然在郑丽文当选之后，大家一直在想说，国民党的现在在两岸路线是不是要走得更加的激进，或是朝向明确和平统一的路线前进哦？我想这其实点出一个隐忧，就是确实刚刚创夏哥有提到，在国民党党内，也就是所谓的深蓝支持者，还是很有一块认为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是他们对中国的这些情感。那所以现在郑丽文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在他选举的时候，过去的国民党的不管是党主席也好，或者是党主席候选人也好，其实面对和平统一，就是统一这2个字来说，其实大家是有点迂回、有点回避、有点避而不谈的。那但是现在郑丽文，如果他接下来就是没有在两岸的政策上面没有任何的回到所谓的中间社会上的中间路线的话，那他跟中国统战的言论一致，我觉得这对台湾社会的破坏跟影响力很大。那更不用说现在国民党在国会里面是多数，过去郑丽文曾经讲说台湾不需要买武器。那如果是这样子，在接下来面对台湾国家安全的预算上面，亦或是郑丽文一直讲说啊，这个中国攻击环台围台是在保护台湾的话，那台湾的这些自主国防能力提升，会不会国民党接下来在立法院里面会杯葛的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民大家应该要担忧的事。东豪，这整件事情对台湾在未来的影响，尤其是2028的大选，当然2026因为很快嘛，那也是郑丽文一开始就要面临到的一项检验。可如果这关过了，接下来就是2028。那郑丽文最近当选以后，一直很多的一些发言，大概让大家最瞩目的，我说当选以后最瞩目还有一段是问到那个2028啦，什么什么，对，国民党那个英雄人才济济啊，那能够堪当总统人才也不止一位，那句话出来，当然也许他讲的是客套话，但是大家心里在想，不是，那一直都觉得只有一位的感觉啊，那可是现在看起来。会因此生变吗？尤其是今天有一则新闻，国民党很多人看了，大概也会更差吧。就是卢妈也说，对，卢妈也讲说，哎，我2008也不是一定要选啊。这句话出来，现在这样大家都有点火气吗？因为国民党现在有点乱，就郑丽文这个未来即将接任的这个党主席讲出来，国民党的2028，我觉得可能不止一位。你去对照那个他们在投票之前啊。像罗志强吧，应该讲最白吧，就是我就是先当过渡的，对不对？然后呢，2026之后呢，我就卸任，就要把这个党主席位置交给这个卢妈妈。为什么？因为那个党主席有提名权的，那个提名权有2个，正副总统再加上立委不分区的。那其实区立委也是党的提名，只是国民党现任的立委多嘛，国会第1大党嘛。那区域也最多嘛，原则上都是现任的立委，现任的立委继续选连任。那郑丽文那时候跑这一趴会怎么样？很容易被人家放大，去看。这个时候少讲话吧。可是我们在看郑丽文的崛起过程，因为他很特别哈，他是可以从一个主张独立的一个外省人，变成是。回来拥抱其实这就是统一啦。我要让所有台湾的人自豪自信的讲出我是中国人。当然人的立场可不可以变？可以，可是你变化的幅度这么大，这个会加分还扣分？不是，因为郑丽文后来就没有选过区域，他区域选举是1996年的事情。跟赖清德一起选上那一年的第3届国大代表，他之后就没有太多选举这样直接的选举。但是对2026来讲哈，明年的县市长选举比的是2党县市长人选，会先比人的因素第一，那就要看郑丽文了，郑丽文的表现。郑丽文的因素要到2028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OK。来，上工，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郑丽文的因素对于未来，尤其我们就直接讲大卫这一块，包括国民党内部的那个问题人选不止一位，包括在未来，如果以他的这些发言，在2028大选这一局，你觉得正输还负输？两党县市长人选会先比人的因素第一，那就要看郑丽文了，郑丽文的表现。郑丽文的因素要到2028年我们才有机会看到。OK， 来，上工，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郑丽文的因素对于未来，尤其我们就直接讲大卫这一块，包括国民党内部的那个问题人选不止一位，包括在未来，如果以他的这些发言，在2028大选这一局，你觉得正输还负输？
基本上我是偏复数看啦。因应该有为点信心。不是，我觉得一件事啊，就是说，国民党的选民结构放在正常的社会上的结构它是2种不同的结构，好像是倒过来，所以大概7337。所以你看到民进党国民党很多人很嗨啊，但是你走出社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嗨啊。那我们都知道嘛，两岸的议题影响9合1相对小，影响总统相对大。现在反正你都讲不是只有一个嘛哈，然后不能私相授受嘛。卢秀燕也说我不一定要选2028嘛，然后韩国瑜现在坐在那边嘛，然后文昌配又风言事情，到时候可以拜文昌帝君卢昌配、文昌配，这个韩文配、韩昌配，什么现阶段在国民党内流传甚多，各式各样组合。当然你说走到这一步啊，如果说是大家里面各自上面跟你国民党内的期待值的说法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可能是2028年最麻烦的事。我们看过一件事，朱立伦的韩国瑜后面又出现了郭台铭。2024年、2023年我们看到的侯友宜、朱立伦后面又出现了一个韩国瑜，那个郭台铭。那郑丽文、卢秀燕后面会不会再出现个韩国瑜？还是2026觉得胜选自己的声望也很高，它会形成一个乱局我觉得，我觉得2026年看完以后，我觉得那个态势会相对比较明朗一点。OK， 来，邱王1分钟一样。本来对国民党来讲，从大罢免以降一路过来，那个士气高涨，然后一直到后来党主席选完，那本来应该是定于一尊一局。现在看起来，一个党主席选举完了以后，就像少公讲，未来那再等2026以后再说吧，会变这样。对，这个我觉得几率还蛮高的。为什么这样讲？这个你看在郑丽文之前国民党很多人是因为定于一尊所以有很多人卢秀燕没有决定要选党主席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人有焦虑感结果你知道，当郑丽文确定当选国民党党主席，坦白说，在他这个郑丽文出来选之后，已经有很多人要支持郑丽文了啦。结果在郑丽文确定当选国民党党主席之后呢，真的有不少人听到不少声音，就国民党的选总统不是非卢秀燕不可。然后这些声音呢，就在讲一件事情而且我听到还是台中那边的地方人士然后讲说这个目前这个结果呢，就跟卢秀燕自己优柔寡断、没有下定决心有关。这件事是台中那边的国民党地方人士说的，所以呢，你看到现在从之前的卢秀燕定于一尊，到后来变到郑丽文身上，充满大家期待值，会不会到2027的时候？又出现新的变化可能性，恐怕这件事情来讲对国民党或是对台湾来讲，这个恐怕都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可能。委员最后30秒，要不要回应一下？我想未来的事情变数很多，前面变数。但我必须说客观来说，政治是讲求实力的。的确，我们现在认为卢市长最适合。但你说真到2028之前，不管是郑丽文，他是把主席当得很好。或其他人有出来，我认为真的都不意外OK， 政治真的瞬息万变。那未来到底这一局，那因为郑丽文当选主席以后，不管是在政党的一个倾向度上面，或是未来总统2028是真的定于一尊了吗？还是有任何一些的变数？但是现在全国上下，那真的大家要一起几个起，让非洲猪瘟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再有任何一些的扩散，因为这真的是全台湾大家同岛一命的事。OK， 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